酋长证，那你一掏出这个来，他们那些警察什么的绝对不敢为难你了吧 ？Hello， 大家好，我小钟。这位呢是里蛮虎酋长，里蛮虎呢是尼日利亚和喀麦隆的双酋长。今天呢，小钟也是很有幸能够过来拜访一下李酋长。欢迎小钟来我的地盘。我看您墙上挂了这么多的照片，这个就是我在尼日利亚，然后在受封的时候跟当地的一些酋长跟他们的合影。对，这是我们的土皇，称他为 His Majesty 国王。这个是在卡麦隆受封的证书。就是说我在尼日利亚已经是酋长了，然后在卡麦隆再确认和承认，就是我这个头衔在卡麦隆也是有效的。我记得您好像是头一位华人的双酋长。对，应该是这样的。李哥，您这手上拿的就是你的权杖吗？对，这是在尼日利亚受封的。然后这边还有一把小刀。真的吗？我说这个小刀是干什么的？他说是假如有什么危险啊之类的，你就可以用是吧？防身。我天哪！这是用来防身之用。这刀开封了吧？没有开封。你感觉用不着是吧？这肯定用不到。这个就是说一种，就是权力的象征哈。对，这是一个鹰头。然后我那时候在想，用个龙头，然后我们那个土皇说，鹰头代表的是智慧因为他们这边对龙没有概念，所以嘛就用这个鹰。其实我来之前我查了很多关于你的，我一搜里蛮火，满篇全是新闻。其实我那时候当酋长的时候才27岁，所以嘛好多媒体就关注，因为在尼日利亚其实当酋长的不仅我一个，还有大有人所在。那当时您是怎么来的非洲呀？我刚来非洲的时候，是我一个朋友他之前说在非洲工作，然后我也想着出国去看一看，去了解一下非洲，然后就第一站就来到尼日利亚嘛。然后尼日利亚刚开始我做的就是做这个矿产资源，矿产资源做了2年之后，然后我又跳槽到了我之前的那个工程公司，在工程公司干了差不多4年，那个项目结束之后，现在我就出来了。其实说句真心话，在我们当酋长之前，其实我对这个身份是一点都不了解的。成为他们的一员之后，我才了解这个在非洲这个社会中的一种重要性。不管你在非洲，只要在撒哈拉以南的这个国家里面，很多国家它都有酋长这个身份。在2018年年底的时候，就是有个机缘巧合，就跟我们那个大酋长土皇跟他见了一次面，人家觉得我们在做工程，大桥的建立就是给当地给这个周边的2个国家。尼日利亚、卡麦隆促进这个贸易边境贸易之类的。为什么会选择我？其实我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个代表，代表我们公司，去受封这个仪式。不是授予给我，是授予给公司，授予给我们做的这个项目。那您在得到这个酋长的头衔之后，办事干什么其他的都会比较方便一些呢？就说你在当地有这个身份的存在，他就是对你更信任一点。其实你也知道，就是在非洲地区嘛，尼日利亚这个国家它其实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就比如说我前2天从贝宁过来的时候，不是有挺多警察一路拦着要钱嘛？那像拥有这个酋长身份之后，还会有人这样子吗？我以前没发生过，因为我有证儿。你有证儿？对，咱们可以看看吗？酋长证，那你一掏出这个来，他们那些警察什么的绝对不敢为难你了吧？对，他不会故意刁难你。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这上面写的也是 Chief Adam 黎蛮虎。那这个牌照它也没有号码，就只是有一个。没有，就这样，你在当地使用它别人都是很认可的。所以这就算是酋长的特权。对，是。这是地的证书。对，100亩还是200亩，我忘了。就给了你100亩地。对，好像是100亩还是200亩。就说我穿的很普通的衣服，戴这个手环的话，人家也会问你，他说你是酋长吗？他为什么要戴这个呢？我说我是。这个就是酋长才能戴。这个是酋长的一种标识。那像这个酋长身份，其实也给你增加了挺多的一些筹码，不管是跟别人做生意或者是来往就相对来说容易一点，因为相当于你已经融入到当地的社会。您的家人怎么看待你这个身份呢？我们家人那时候当时以为是我在非洲当官了什么的，家人就觉得很开心。就我们经常提到非洲酋长在非洲都是可以娶很多老婆的，然后像你有这么多的封地，有这么多的抬头，那些当地的马达姆会不会也很想嫁给你啊？当地的马达确实有好几个。而且我们那个土皇老爷子也跟我说了，说你需要了，我给你介绍个。介绍一个。对，他说现在你当了酋长了，要学会享受。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那个土皇老爷子他的经历他自己有4个老婆，4个老婆，他把他4个老婆安置在农村里面，然后他自己在身边又有一些很多这个应该算女朋友吧，他有很多年轻的20来岁的、30岁的经常换。
啊，他的日子过得比较逍遥。刚你提到了有几个，一个是土皇，一个是酋长，然后酋长还要分几级，你大概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在非洲地区这些酋长的一些就是结构吗？在非洲啊，世纪以下就不再设立这个行政机构了，全都是这个酋长来代管。土皇他就是一级酋长，他就是相当于市长级别的，土地跟子民都归酋长去管理。所以说在当地要办事儿的话，跟酋长的关系还必须得搞好。你可能找政府办事儿，他办不了，但是找土皇、找酋长，他就能给你解决掉。那像就是你在这边这么多年，有没有说因为你的身份哈，帮助过一些同胞，就是解决一些问题啊，或者是提供一些帮助呢？我印象深刻的是啊，之前就是我在边境的时候，就有一帮是从上海过来，就是环球旅行，有骑摩托车在边境上遇到了问题，尼日利亚边境他们不让通过，然后我通过跟当地的那个政府部门去跟他们协调，然后就是把他们放。随着现在就中国人在非洲越来越多哈，我有看新闻，都有好几位酋长，有的可能就是也确实做了贡献了，但是很多还都是通过就是金钱交易嘛，可以买。对，但是我这个我是没有花1毛钱。那我感觉李哥也不像花钱去买头衔的人，我感觉你看得比较开。就是说你授予我了，我接受；你不授予了，我也无所谓。你工作了这么多年，当地对你的一种认可，对我和对公司的一种认可，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方便透露一下您都在做哪些行业吗？在利比里亚那边，我主要现在目前在做一些金矿，那边有块金矿。然后在卡麦隆那边的话，现在是有木材。尼日利亚目前在做的是一些就是汽车配件。其实我刚才来的时候，我也提到了，就是在路上经常会被警察拦，在机场也会被警察要钱啊这种情况。就你作为当地酋长，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呢？因为我感觉他是有在针对一些，比如说亚洲人啊，不是亚洲人，很多的时候都是中国人。因为很多时候中国人在遇到这种事的时候，就想给他小钱就把事打发掉，但是你给钱的时候，同时要给他养成一种习惯，他见到你中国人，不管是什么人，他都想要钱。他本来你这个手续都是合法的，他故意把你压到最后，就是要让你给点钱，然后才让你走。很多中国公司在非洲，他都是做了蛮多贡献的，但是他这种贡献，除了像您这样的少数的人得到认可了，给你受封酋长或者什么样的，但其实更多的时候是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些这种被针对或者是这种情况，我觉得有时候想着还有点挺难受的。因为中国人已经给他养成那种习惯了，就是说你想改变这种一时半会儿还是改变不了的。后面大家要形成这种意识，主动去抗争，就说我手续合法，我的身份都没有问题，我就不给你钱。对，我就不给你钱，你没有任何理由来把我怎么样。而且我感觉就是像在尼日利亚这块，因为治安一直都是挺令人诟病的嘛。中国人一般外出的话都会带一些安保人员。那像你出去会带吗？之前我在我们那边项目的话也是带的，确实路上有时候不安全，如果人家把你盯上了，就是会发生这种被绑架呀这种问题。就哪怕你是酋长也会绑你啊。你是酋长的话更愿意去绑你，因为他知道你有钱。但是你有酋长，你也有人啊。那你比如说他绑了你酋长，那土皇肯定会找他麻烦呀。他有时候连土皇都绑。真的？是的。这么丧心病狂啊？他说土皇他都有钱，他就愿意去绑。我的天哪，他们就不怕土皇搞他们吗？其实有些那个绑匪他不是当地的，他如果是当地的话还好解决一点，他就是外地的。对，他是从外地过来的。其实尼日利亚现在主要大的矛盾是什么啊？一个就是说在东北那边的一个博尔诺州的这个恐怖分子，还有在北部的这个土匪。对，然后在南部这边的话，有这个绑匪，有这个黑帮派啊。我的天哪！有些问题就是说，当地的失业率太高了，然后这个通货膨胀率太高，当地人这个生活是比较困难的。新政府必须要一些好的政策，促进当地的这个收入，后面才会减少这种事儿。不然的话，所以嘛，这尼日利亚想发展起来，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的。但其实尼日利亚它有很好的基础。对，尼日利亚的基础是比较好，但是它需要改革的东西太多了。就您其实本来在公司发展也很好，但还是愿意自己出来做，我觉得还是挺有前瞻性的。而且利用您自己的这些优势的话，以后在非洲也会混得越来越好。因为说句真心话，大家来非洲最主要的目的还就是赚钱，对不对？你在公司里面工作，每个月有固定的工资。就说你如果想安逸的话，过得很安逸，过得很舒服的话，其实在公司里面工作是最好的。想要突破自己，想有更好的收入、更好的发展，
我觉得还是要走出来。那您老家说是宁夏哪里？宁夏州，产枸杞的地方。对，周宁。哦，我想起来了，之前您是回家给你们家乡带过货，对，就做抖音，我觉得挺好，帮助当地农业发展。其实我觉得我现在的想法是这样的，现在把这个事业做起来，做起来之后找人来负责，事业跟家庭要兼顾。不然的话，在非洲待的时间长的话，家人确实对家人也不好，或者你把家人都接过来也可以，但是非洲这个条件确实有点差。我们自己都有时候觉得这个条件确实很难接受，别说家人了，我们确实是为了生意跑到这些地方过来，所以嘛，忍受一下。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啦，感谢李哥的分享，然后也祝你在非洲的事业越做越好啊。好，谢谢小钟的采访。